现在我们重点来说一下，怎样避免走成这种恶的形状。我们来看图，黑棋吃这个，这是可以的。白棋打一个，黑棋提掉，白棋再打一个。那现在呢，黑棋这个借是绝对不能考虑的，因为这是什么呢？大家一看这个形状是什么？这是鱼形的三角，这是鱼形的方块。这个鱼形的三角原来就有的，不是现在形成的。那么这一借呢，就形成了这个鱼形，这个鱼形。那么有人以为借上了可以吃这个棋，实际上吃这个棋不重要的。但现在你打人家提这个，你提掉人家借上，那么这样的结果呢，黑棋是大吃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至少这两个子怎么样，说完全可以拿掉的。那么这个是放在这里，那么这样的围地呢，还效果不错。这就放在这儿，已经稍微差一点了，因为这个容易受到这个地方有3个空格，容易受到入侵。这里还去摆一个，这里去摆一个干什么？是吧？所以这个效率是很低的，是吧？尽管吃到棋，这个吃到个拿掉个，这个吃掉个拿掉一个，你还可以拿掉2个，还可以拿掉1个，所以这个无形中就1个子不见了。那么黑棋最好的下法是什么呢？理都不理他，去围地去。这个棋的作用除了围地还出头。白棋把你提过来，你也不要介于接，你管你去围地方吧。他打这个，你可以跟他打劫。即使不打劫，打这个走这个，他提掉这个，你外面再走一个。白棋走来走去在这个地方，是吧？假如打劫打输，白棋更惨啊！所以大家注意了啊！假如这样的棋，白棋打劫，黑棋提过去，黑棋这个劫是可以考虑的。为什么呢？第一，这个鱼形三角没有了，仅仅是一个鱼形的方块。但是白棋怎么样？这个子、这个子、这个子，全贴在旁边，这是标准的裂形。所以我稍微鱼形点，你全是裂形，黑棋还是很好的，是吧？所以他这个劫不能随便打。另外一个，很多人一打黑棋火气一大断，这样就打劫了。但这个打劫打输了怎么样？黑棋的形状怎么样？你是裂开来的形状，是吧？这是很不好的。所以这个打这个劫呢，一定要有把握打赢才能考虑。但是你打赢了，人家的退，人家的损失也不大的。你仅仅是这里多吃一个子，所以这里呢，第一没有必要，是吧？没有必要走这个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形状。白棋打一个，黑棋这个劫，然后我们学过形状了，知道这个不能考虑啊，因为这个形状太糟糕了，是吧？那么正确的下法是什么呢？打一个，他提掉。你再走这个，白棋接上，黑棋也接上。那么现在再来看看黑棋的形状，既没有崩三角，也更没有鱼形的方块。这是这个子死了，但是黑棋拿到这个角，还有这个局部来说，黑棋便宜一点点，双方都没下错棋，是吧？假如你这个接上了，人家把这个打掉，你把这个打掉，他接，你再提掉，那么这步棋现在是非常大，当然不是特别重要。啊，即使白棋走这个，
那么这个结果也是白棋比黑棋好。啊，说外面的棋子，白棋这里有2个，黑棋这里多一点，但是从拿的地方来说，白棋比黑棋多得多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呢，这个样子就首先一看就知道这个黑棋吃亏。为什么吃亏？这个棋子样子吃亏了。所以棋形的好坏呢，能帮助你提高局部战斗的有利还是不利。黑棋走这个，想抓这4个白棋，这是很多人会下的棋。但是呢，白棋这一扑，黑棋提掉，白棋再打一个，黑棋就能接上。白棋再这么打一个，黑棋这么接上，看看这个黑棋的样子，简直惨不忍睹啊！所以这个鱼形我说这是鱼形的怎么样标本？白棋再走这个，黑棋还真能跳出去，白棋再虎上。那么这个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、7个、8个子，这个算吃掉的。变成7个子，7个子的作用只有2个子的作用，这些子的作用全没有，啊，发挥作用的就是这2个，啊，所以这不好。那么正常的下法是什么呢？这就知道这子，这个是形状的要点。有机会再走这，那当然很高兴。这样一走呢，白棋就不能把黑棋怎么样打得像一个饼一样的难看的样子，所以这是要点啊，这要学一学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这个，白棋打一个，把这个白棋连起来，这是很正常的一步棋。黑棋怎么应呢？黑棋最好的下法是这个长一个，白棋提过来，黑棋挡上。那么这样的棋呢，黑棋的形状很漂亮，唯一的缺点是这里有个断点，但是这个断点这里有的吃，这个断点并不严重的。那么假如这个棋一接呢，我们就看这是什么，这是一个鱼形，就吃亏了。有了这个子，你这个给它吃了，吃了我这个挡上，我正好是变成好形。这个棋白棋吃不吃这个子本来也没什么关系的，是吧？所以这就考虑到形状了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图形。现在白棋走这是好棋，瞄着什么呢？瞄着这个断点。那么现在呢，黑棋要补断点呢，也只能这样借。但是很多人呢想，我走这不是先手嘛，是吧？人家一挡上了，一发现，哎呀，并不是先手。为什么？人家这么一打，你一接还是要断掉了，所以他又退回来，又接一个。那么这从形状来看，这是什么？一个鱼形三角。另外，这样的棋，黑棋冲这个有什么意义呢？冲了又不能断的。所以这步棋是白白请客，白棋走这步棋，这步棋对黑棋来说没什么大的作用，是吧？所以这就是就在下棋中间就注意到形状，是吧？走这个是对的，走这个是错的。那么走这个呢也不很好，人家走这个你还得接上，那他这个棋呢怎么样？多了一个子，这个连就强大，就牢固多了。你多了这个子，搬到这个有一个眼，不搬还是没有眼，所以这个棋宁可放着不要下，是吧？单接是比较好的，对吧？走这个是最差的，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图，黑棋好像这里可以围一个相当大的地方，但是白棋现在就到黑棋的阵地里来了。
他进来的呢，就瞄着这里有个断点。假如这一断怎么样？这两个死了。那么现在呢，黑棋为了不给断呢，可能走这个。那这是什么形状呢？崩三角，是吧？鱼形的三角。现在白棋这样逃出去，啊，这就是一场战斗。啊，这个形状一看就很不舒服。假如走这个，那更糟。这是什么？一个三，人家走这你还得接。那这是什么？方块了，更不像样了。人家还是走这个逃出去，是吧？那么黑棋在这下棋就要考虑到这一点，尽可能避免形成这样。那么下法呢？力道，你断好了，打一个，接一个，再扳住。白棋只能打。这个时候，黑棋有两种下法可以考虑的。一个呢，就是这么打一个，好，白棋本来想把黑棋搞成功，形状不好看的样子，现在呢，白棋自己走成形状很不好看的样子，啊，那你现在可以扳也可以退。他假如这个压出去，这要注意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，啊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好形。那么现在呢，这块棋要逃命，这块棋怎么样？拐下来，这里死活都有点问题，是吧？那么这样呢，这白棋的作战呢，一定是很苦的。那黑棋这块活了，这块有一个眼了，再一走就活了。所以它的两块黑棋，一块已经活了，一块很快就活了。但这块棋呢，要走到活还有段时间的，是吧？这是黑棋下的好的一种下法，啊，他不肯怎么样，不肯这样走，自己搞成形状很难看的样子，啊，这是形状的知识在战斗中的用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图，两个跟一个战斗。那么现在是黑棋走，把这个棋杀死那是太容易的事情了，是吧？那有人呢就这么老老实实走这个，那当然这也不算太坏的棋。有些人为什么我走这不先手嘛？你这两子这一个只能跟我三个子杀，的确不能杀。但是这样走呢，人家挡上了，黑棋不走了，这三个是不会死。为什么呢？他假如走这个，那么黑棋走这个，白棋走这个，黑棋走这个，白棋走这个，黑棋走这个，白棋走这个，黑棋走这个，很明显白棋死了。但是白棋呢，尖一个，这是好棋。那这三个子就感到有点危险了，所以呢，他只能走这个，是吧？不能走这个，走这一挖，黑棋死了，所以他只能先打一个，希望白棋接上，再把它争掉，是吧？可是白棋不接，下面打一个好棋，他只能提掉，再这么打一个，白棋接黑棋接上，白棋一吼，这个形状什么形状？没法看了吧？这是一个方块，这是一个方块，这是一个三角，这形状它角也给拿走了，所以这个下法不行。啊，最好的吃法呢是怎么尖一个？他假如力倒，那这个黑棋就不下了，啊，他正常的他打一个接上，这个子白棋没空接了，走起来他要吃，这个是一个收官子的事情，不是一个中盘的要点，跟死活没什么大关系。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图形，黑棋走这个，把自己棋连起来，这是很正常的下法。白棋走这个呢，
保住自己的眼形，使这块棋成为活的形状。黑棋在这里，这是一个大概60、70年代非常流行的一个定式。那么现在呢，黑棋想打他一下，希望白棋记住，黑棋再走这个，那白棋不是成这个鱼形了吗？黑棋把这个整个角都拿来了，这不更理想吗？但是当黑棋这么打的时候，白棋进行反击，黑棋提掉，白棋再打一个，那么这个黑棋这个断调棋打尖呢，这是一般情况下不可能的，因为这一把黑棋这4国已经堆成山了，惨不忍睹了。那么这个棋呢是不能随便打的。那不能打你怎么样呢？这能记住，白棋再连起来，黑棋假如再打这个，白棋再打一个，黑棋走这个，白棋接，那么这个棋呢，明显的黑棋给白棋包围起来了，这个子嘛也裂开来了，这个子呢紧挨着比你强大的多的子的旁边，黑棋所有的兵力全缩在脚上，这个结果黑棋是不行的，这个形状很不好啊，裂开来了，是吧？那么这里我要说的呢，假如没有这个子，那是黑棋可以考虑的。怎么打？提掉，打一个，接上，啊，这可以考虑。啊，现在因为有这个子啊，这个搬出去都不行，是吧？这个断点也没有，所以这样呢，黑棋就不行了。本来走这个黑棋可以这个一断，那么利用这个子、这个子、这个子，还有这个白棋都散开来了。现在白棋已经有这个子了，所以这个下法是不行的，是吧？要自己的棋怎么样下层裂开来了。你本来想打一步叫人家走成鱼形，但是呢，人家把你打成裂形，所以这不行。所以呢，水平稍微高一点的棋手呢，下棋不仅仅是考虑死活，更多的是考虑寻账的好坏。那这是让子棋里面白棋经常用的手段，白棋这个打进来，那么往往黑棋会走这个，白棋一搬，黑棋一退，白棋一接，这个马上就形成一个什么裂开来的样子。那么你把这个子扔掉，或者呢就远远的走，还稍微好一点。那么这个子本身就作用是不大了，但是更多的呢还是紧夹住，人家一搬，他搬住再一走，这所有的棋都挨着他，正好白棋像一把刀一样把黑棋怎么样劈成2半，这是最恶劣的形状。所以呢，这个只是不可考虑的。那么正常的下法应该怎么样？应该感到这个只是你进攻的对象，他来破坏我围地，那我怎么样就要对他一次猛攻。攻击的方法呢是这样的攻，走这个，白棋这能出来，不然我马上把你断掉。黑棋在这一压，对这2块棋进行怎么样？2块棋攻击，叫他顾了这个顾不了这个，那么这样呢是白棋很难下的棋，是吧？这种棋造成自己裂形的棋，千万不要下。这样的棋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对2个白棋进行进攻，现在还轮到黑棋下，那么也就是说5个子打2个，那么很多人会下这种棋。这个棋一走，我们就看到这是什么裂开来的样子，同样走这个也是什么裂开来的样子，所以这2步就考虑都不能考虑的，是
是吧？所以这两步棋呢，其古代的书上也就是说，这个呢是下象棋的一个象步，人家穿到象步的中间是不能用两面压的棋的，因为为什么一压就是裂形？你可以考虑走这个，也可以考虑走这个，都可以，拆二也可以，就是不能下这两个，这点特别要注意。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定式。原来呢，白棋这一碰，好像是很妙的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有好多先手，因为这个子是绝对不能死的。黑棋想，我简单的一走，这白棋怎么样？不是几乎是裂开来的样子吗？那么现在黑棋就跟白棋说了，到底谁裂谁，走着瞧吧。继续走裂开来的样子。当他黑棋走这三个子连在一起，这两个子裂开来，好，现在白棋打这个，那你这个子叫不能死。再走这个，现在你冲，白棋这里打一个，黑棋一个不能死，两个更不能死了。现在轮到白棋跟黑棋说，现在是你给我裂开来了，我中间一刀把你两撇开了。那么这个作战呢，黑棋肯定是不行的。所以呢，当时呢，就是大家都感到这步棋非常妙。黑棋就走这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这样打，我都要理，我先走，看你怎么走。白棋走这个，是吧？黑棋把这个打掉，那么这是双方也流行了相当时间的一个定式，双方都没下错。